朋友们，上一集我们聊到了那个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的姜子牙。他开的算命馆的生意火到不行，妥妥的实现了逆袭。我是 Emma， 我是 Shelly， 我是 Nina。接下来他又有什么神仙操作，让他彻底逆风翻盘，成为大器晚成的人生赢家呢？这天，在姜子牙人群熙攘的算命馆前，来了一个妖艳的女子。她挤过人群，站在前排看起了热闹。她看起来好漂亮，她是谁？嘿嘿嘿，原来她是朝歌城外轩辕墓里的一个琵琶精，而且姜子牙一眼就看出了她是一个妖精。妈妈，什么是琵琶精？这一个词儿呢，就包含了2个知识点。琵琶精就是琵琶修炼成的妖精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琵琶吧，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。它可绝对是中国古代乐器中的 C 位，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。外形像个梨子，4根弦，拨一下，音色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，简直就是天籁之音。琵琶不仅能弹出柔美的旋律，还能驾驭激昂的节奏，堪称乐界的变速王者。中国的文人雅士都对他情有独钟，像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就是对他疯狂的打 call。无论是宫廷宴会还是文人聚会，琵琶都能 slay 全场，气氛瞬间拉满。演奏琵琶可真是不简单，手指得会拨、挑、弹、点，指法复杂的像是指尖艺术。学会它不仅要有耐心，还得有点内功。无论是弹奏古曲《十面埋伏》，还是融合现代音乐，它都能秀出天花板级别的操作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浅浅学习一下我们的神话故事中的常客妖精。中国古代神话小说里的妖精绝对是故事中的流量担当，形象多变，法力强大，绝非简单的反派。他们有的原本是动植物或者是精灵，修炼多年成精，既能帮助人类，也能兴风作浪，简直就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。有的妖精可以化作绝美的女子，像《聊斋志异》里的狐妖，智慧满分，还常常和人类谈一场跨物种的恋爱。但也有像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骨精和做蜘蛛精一样的反派大 boss， 专门给主角设局，逼得英雄们使出浑身解数。总之呢，古代小说中的妖精就是高能剧情的保障，个个带有神秘又复杂的设定，既是故事的反派大佬，也是咱们中国古人丰富的想象世界里浓墨重彩的一部分。还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琵琶精。姜子牙是怎么看出来他是一个琵琶精的？这就要说到姜子牙的一个 super power 啦，他有一双火眼金睛。和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吗？这里是指他很有灵性，非常有洞察力，跟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不完全一样。姜子牙利用给他看手相的机会，死死地抓住了琵琶精的手不放，并大声告诉众人说，这是一个妖精，快点报官。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，姜子牙简直是百口莫辩，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。这时朝廷的命官压向比干刚好路过，被这边的动静吸引了过去。眼看事情就要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，姜子牙急中生智，只好祭出他的绝招三昧真火，直接烧妖精现形。这一波操作简直是猛如虎，妖精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变成了一面琵琶。商纣王得知姜子牙降拿了妖精，非常的开心，给他封了大官儿。姜子牙这波操作真是绝了，直接扭转局面。琵琶精被姜子牙干掉了以后，他的好姐妹苏妲己可是对姜子牙气得咬牙切齿。等等，琵琶精的好姐妹，那苏妲己也是个妖怪吗？哎呀，艾玛，你也快要有火眼金睛了吧？
你说的没错哈。苏妲己呀，不仅是纣王的宠妃，还是一个修炼了1000年的狐狸精。我天哪，这个组合太有毒了！说的没错啊，苏妲己她向纣王献计，让姜子牙建造一座超7星豪华版，镶嵌着珍珠、玛瑙、宝石等着，可以通向仙界的宫殿，叫做露台。露台的设计啊，看起来建造它又耗费财力又耗费人力，妲己就想以此啊为难姜子牙。那姜子牙怎么反应的？姜子牙识破了这个阴谋，拒绝建造露台。纣王被妲己迷得团团转，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。纣王听到姜子牙违抗命令，大怒，下令捉拿他。咱们的机灵鬼姜子牙36计走为上策，在逃的过程中啊，跳入了河中，机智逃脱啦。从朝歌城里逃出来的姜子牙呀，来到了西岐旁的渭水，除了躺平，什么都不想干，每天就只戴着草帽，坐在河边用直钩钓鱼。有个樵夫名叫武吉，每天经过河边，看到姜子牙老钓不到鱼，就说：“老丈，我帮你钓吧。”结果发现鱼钩是直的，还没有鱼饵，嘿嘿。这件事儿啊，被传成了歌谣，传到了西伯侯姬昌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耳朵里。姬昌会不会也觉得他疯了？并没有啊。姬昌啊，觉得这个操作简直是太新奇了，这必须是一个高人呐，决定亲自去拜访。姜子牙终于要等到自己的伯乐了，那他怎么做才没有让姬昌觉得他是个疯子呀？神机妙算的姜子牙算准了姬昌那天会来到渭水河边，等到姬昌出现时，直钩钓鱼的姜子牙这时念出了那首著名的歌谣：西风起兮白云飞，遂以木兮将烟为，五凤鸣兮真主现，垂竿钓兮知我兮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西风吹起，白云飘飞，我年岁已高，还能做什么大事呢？5只凤凰鸣叫，只有真正的明君才知道，江边正在钓鱼的老者就是一位少有的高人。比格拉满呀，牛逼！嘿嘿，姬昌见到姜子牙，发现他博学多才，立刻拜他为师。刚才艾玛用伯乐来形容姬昌，那么我们来介绍一波伯乐的典故吧。伯乐也是神仙吗？其实呀，伯乐是个人，他并不是神仙。传说啊，伯乐是古代的相马高手，擅长识别好马。他能够通过外表、骨骼、气质等各方面啊，精准地辨别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。哦，所以伯乐就是指一个识货的人呀。你这么理解啊，还真没毛病。在现实生活里啊，伯乐和千里马其实就是互相成就的关系。被伯乐识中，千里马才能有机会发挥它的潜力。同样的，人才也需要一个赏识他的伯乐来提供机会和支持，这就是伯乐这个词儿的寓意。就这样啊，姜子牙这个千里马就被请到了西岐，封为国师，开始了辅佐西伯侯姬昌。他帮助姬昌啊治国安邦，制定战略，推翻了商朝，建立了西周。后来呀，姜子牙受命开启了封神大业，将伐纣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和妖怪封为了神仙，这就是封神榜的由来。说到这里啊，咱们顺便来一波汉语教学环节吧。火眼金睛，形容眼光敏锐，能辨别真假。它是一个成语，可以作为谓语或者是定语用。例句是：他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，简直是火眼金睛。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，意思是心甘情愿的参与。这是一个谚语，可以作为宾语或者是定语用。例句是：他开了个粉丝群，大家自愿加入，真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姜子牙的一生经历了坎坷，但他始终坚持信念，等待机会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坚持就是胜利呀。还有要不断提升自己，机会来临时能抓住。Nice， 说得很好。姜子牙80岁才走上人生巅峰，这就是人生80岁才开始啊。
所以说啊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心态最重要。好了，姜子牙的传奇故事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嘿嘿。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一一回复的。下期啊，我们将聊聊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其他精彩人物，敬请期待。晚安，拜拜。